日本为什么没有正统的两栖攻击舰呢？放眼全球主流海军，无论是美式、欧式两栖作战体系，标准两栖攻击舰都是通用的核心万能平台。它可以凭借舰体内部大型物舱完成重装海面登陆，依靠全通飞行甲板和完整内置机库实现直升机立体投送。部分型号还能适配短距起降固定翼战机，兼顾对地、对海打击与制空支援。单舰就能独立完成一套完整的中低强度两栖作战任务。但唯独日本是个例外，它拥有成熟的大吨位舰船建造技术，完备的舰载航空运作体系，也具备远洋部署和登陆投送实战能力，却没有走一舰全能的主流路线，反而分阶段建造了3套功能完全割裂、各司其职的直通甲板舰艇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全方位拆解日本直通甲板舰艇的发展脉络，看看每一级舰艇的设计妥协与功能的取舍，也许你就能明白，日本无正统两栖攻击舰的现状，不是技术短板，不是刻意隐藏实力，而是长期约束条件、战术分工下的必然结果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看国际通用的正统两栖攻击舰，必须同时满足3大核心配置。大型内置物舱、全通式飞行甲板、完整封闭式的机库，三者缺一不可。对应的是3种核心战术能力：物舱负责重装装备抢滩登陆，甲板负责航空器起降作业，机库负责舰载机的常态化收纳、维护、保障。3者合一，才能实现海面重装投送、空中立体突击、近距离火力支援的一体化两栖作战能力。而日本全部7艘直通甲板舰艇贯穿始终的核心设计逻辑完全相反，全程功能拆分，单项性能专精，没有任何一艘舰艇能够同时集齐物舱、完整机库、规模化航空作战能力。这也是日本始终没有正统两栖攻击舰的核心根源。但是事实真的是这个样子吗？接下来我们按照舰艇迭代顺序，先看一看日本海自唯一具备正统两栖登陆能力的大宇级船坞运输舰。大宇级共计服役3艘，是日本直通甲板舰艇家族中定位最特殊、功能最专一的型号，也是日本海自目前唯一具备标准化重装两栖登陆能力的舰艇。很多人会将大宇级归类为两栖攻击舰，但是严格从工程参数和战术定位上来看，它属于船坞运输舰，是纯粹的登陆保障平台，而并非是多功能的两栖作战平台。大宇级满载排水量14000吨，舰长178米，舰宽25.8米，最大航速22节，续航能力可达1万海里，具备稳定的远洋投送能力。它的核心设计优势就是舰体中后部的大型内置物舱，这个物舱可一次性容纳2艘 LCAC 大型气垫登陆艇，是日本海自目前唯一能够投送主战坦克、重型两栖装甲车、成套野战装备的海上平台。除了物舱之外，大宇级内部设置了贯通式的车辆甲板，可搭载10辆主战坦克或者近40辆军用卡车，同时可搭载数百名登陆作战人员，完全能够满足小规模的重装登陆、离岛物资补给、滩头兵力投送的基础战术需求。无论是日常离岛部署、灾害救援物资转运，还是常规两栖演习，大宇级都是日本海自不可或缺的核心登陆载体。但是为了保住重装登陆这一核心专精能力，大宇级在舰体设计上做出了极大的取舍和牺牲。整艘舰的内部空间超过60%被物舱、车辆甲板、物资储存舱占用，完全没有设计封闭式的内置机库，这也是它和正统的两栖攻击舰最核心的区别。虽然大宇级配备了120米长的全通飞行甲板，舰尾设置了2个常态化的直升机起降点，可同时停放2架大型运输直升机，但理论上可临时起降搜救、运输通用直升机，但所有的航空器只能是露天停放，临时作业，无法进行收纳、检修、燃油加注、弹药挂载等常态化保障工作。受限于甲板长度和无机库的设计，它最多只能同时保障2架直升机作业，完全不具备规模化、持续性的空中投送和火力支援能力。
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客观总结大禹级的设计逻辑，是为了专一的海面重装登陆能力，彻底舍弃了舰载的航空作战能力。它解决了日本海自如何把重装装备送上滩头的核心刚需，但无法实现立体两栖突击，只能完成平面登陆，是一艘典型的偏科专精型的两栖舰艇，距离全能正统的两栖攻击舰差了完整的航空作业体系。所以呢，由于大禹级航速偏低，航空能力偏弱，无法跟随高速远洋编队执行持续部署任务，于是呢，定位完全不同的日向级直升机驱逐舰应运而生。日向级共2艘舰，满载排水量19000吨，舰长197米，舰宽33.8米。相比大禹级，吨位和舰体空间大幅提升，航速也提至30节，完全适配远洋高速编队航行。它的设计取舍和大禹级完全反向，是一套彻底的功能重构方案。为了打造专业化的远洋航空反潜平台，日向级彻底取消了坞舱、车辆登陆甲板、重装投送通道等所有的两栖登陆配置，将全部的舰体内部空间全部用于搭建完整的舰载航空作战体系。它配备了大型封闭式的内置机库、双大型旋侧升降机、4个常态化的直升机起降点、专业化航空指挥调度系统和完整的舰载机保障体系。整套配置可以同时调度11架各型直升机，常态化搭载反潜直升机、通用直升机、运输直升机，可同时开展多机起降、轮换作业、持续巡航。基于这套完整的航空体系，日向级的核心战术定位非常清晰：远洋编队反潜、舰队低空防空警戒、轻型垂直兵力投送、远洋编队空中中继保障。在海自的编队体系中，日向级的核心作用是为了驱逐舰编队提供远程反潜掩护，弥补远洋水下探测和警戒盲区，兼顾小规模的人员快速投送，全程不承担任何重装登陆任务。这里我们客观纠正一个全网流传最广的认知误区。很多观点认为，日向级不改装 F-35B 隐身战机是刻意克制、隐藏实力。但是呢，从纯工程适配和战术定位的角度来看，这个说法并不成立。日向级的甲板尺寸、舰体结构、电力负荷确实存在基础的改装潜力，但从战术适配性来讲，改装固定翼战机完全没有必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最终形态的大 boss 来了。请先订阅一下，咱们接着往下看。在大禹级解决重装登陆，日向级解决远洋反潜之后，日本海自的远洋作战体系依然存在着明显的缺口，那就是缺乏远洋制空能力。为了补齐这一核心短板，吨位更大、航空能力更强、功能取舍更彻底的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完成设计与建造，成为日本直通甲板舰艇的终极形态。出云级同样建造了2艘，满载排水量达到了27000吨，舰长248米，飞行甲板面积比日向级提升了约50%，配备5个起降点位，动力系统搭载4台 LM2500 燃气轮机，总功率112000马力，30节的高航速，完全适配远洋高速机动部署。相较于前2级舰艇，出云级的设计逻辑更加极致，彻底剥离了所有两栖作战的相关属性。出云级全程没有坞舱，没有车辆登陆甲板，没有重装登陆设备，不具备任何海面抢滩、重型装备投送能力。整艘舰的设计优化全部围绕大型舰载航空器的运作展开，更大的机库空间、扩容的航空燃油舱、独立的舰载机弹药库、升级的航空调度系统。后续开展的2阶段现代化改装，无论是甲板耐高温涂层铺设、舰首梯形结构改巨型加宽，还是航空保障系统升级，核心目的都只有一个：适配 F-35B 短距垂直起降隐身战机的常态化起降、驻留和运维。从纯装备定义来看，完成全部改装后的出云级已经完全脱离了直升机驱逐舰的范畴，本质上就是一艘轻型航母。它的核心战术能力聚焦于远洋制空、对海对地精确打击、
编队空中掩护。所谓的直升机运输、轻型兵力投送只是附带的副业功能，并非是核心的设计目标。至此，日本3级直通甲板舰艇的迭代逻辑和功能取舍已经形成了完整清晰的闭环。大宇级舍弃航空作战，专精重装登陆；日向级舍弃登陆能力，专精远洋反潜；出云级舍弃两栖属性，专精远洋制空打击。3型舰艇对应3种完全独立的核心战术功能，相互分割，互不重叠。结合这个完整的迭代逻辑，我们就能精准解答核心问题：日本为什么没有正统的两栖攻击舰呢？全球主流海军的两栖攻击舰走的是功能整合路线，用一艘舰的平台整合物舱登陆、机库航空、火力支援多重功能，追求单舰全能、独立作战、场景适配性最大化，适合多任务多场景灵活部署的作战需求。而日本海自基于自身的装备发展约束、编队战术分工、预算分配体系和长期的任务定位，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功能拆分路线。它把正统两栖攻击舰身上的3大核心能力精准拆分到3型专业化的舰艇之上。重装滩头投送依靠大宇级，远洋编队反潜依靠日向级，远洋制空支援依靠出云级。这套拆分体系不存在绝对的优劣对错，只是适配自身需求的特殊发展路径。日本的舰艇拆分模式是从根源上把登陆、反潜、制空彻底割裂，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非对称装备体系。所以呢，日本的7艘直通甲板舰艇不能笼统的归类为准航母，也不能统称为两栖舰，它们是3套定位独立、功能互补、取舍清晰的专业化海上作战平台。合起来功能大于航母，分散后既不能叫做航母，也不能叫做两栖攻击舰。恐怕这就是日本在长期地缘约束下最无奈也最聪明的选择了。那么您是如何看待日本两栖攻击舰这个问题的呢？评论区里聊一聊，请订阅我，下期节目更精彩。